現在全世界都有一個共識，未來是一個 AI 的世界。在 AI 的世界裡面，你要建構這個基礎建設，核心當然是在台灣。可是當台灣站上46000點以上的時候，你就發現股市開始有一些震盪，開始有一些不穩定的狀況，大家就會擔心。現在的46000點以上，是不是已經開始實現它的獲利了？未來的獲利是不是已經反映在它的股價上面了？現在還有上升的空間嗎？現在還適合進入股市嗎？那如果我現在要進入股市的話，那我又該怎麼樣來選擇呢？特別是我們看到台灣的股王台積電，在這段時間裡面，它的股東會，他的所有的資料都非常的正面，連他的這個 CEO， 連他的董事長魏哲家都說你現在可以買股票。可是當他講完了以後，他是開始小幅的震盪，並没有一個亮眼的表現，那大家就會非常擔心，那台積電已經到了高點嗎？另外一個就是它是不是受到 Intel 的一個挑戰？過去 Intel 對台積電來講毫沒有威脅力，可是現在看到的 Google 居然下單給這個 Intel， 甚至也認可了它新的封裝 EMIB 是有可行性的。那如果現在 Intel 的先進封裝它真的能夠成功，如果它真的能夠成功，它會威脅到台積電霸主的地位嗎？所以如果現在我們要看到未來科技的發展，我們現在想要進到股市裡面，我們到底該如何的抉擇？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君宏資本的執行長沈萬軍來跟我們聊一聊。萬軍你好。寶傑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好，那萬軍剛剛講到，本來在台積電的股東會，在之前他只要開股東會，他都有一波的長線，都有一個非常亮眼的表現。可是這一次台積電股東會，然後我們就看到魏哲家講，你就放心買股票，然後你買股票以後，你的這個未來的退休會非常非常的好。可是他講完以後，台積電股市當然是整個都大跌。可是我們看台達電也漲啊，我們看到了聯發科還是很好啊。那為什麼台積電出現了一種疲軟狀況下？那現在有一種令人擔心的是，本來你看不上眼的 Intel 現在在美國的老大哥，也美國政府的后面加持之下，你就看到現在很多人開始跟他合作了，特別是 Google 跟他下單了，特別是現在講的先進封裝裡面，它的 EMIB 被評估說它的技術的含量是比 CoWoS 還的更好，那值不值得我們擔心呢？在新的一場的技術競爭裡面，現在台積電跟這個 Intel 有這個競爭關係嗎？好，那其實每次看這個台積電法說或者是股東會啊，看完你就有一個衝動，很想去買股票，對，就大好啊。但台積電真的很特別，你一衝動買，通常短期是高點，但你拉長看，像他在這個說，我們去年上次股東會到現在漲1.5倍你回頭看有漲這麼多嗎？我怎麼沒發現這麼多？因為他 always 都是什麼？他大跌的時候，他跌比較少好，那漲的時候，他可能不是漲那麼激情。那當然跟他，因為他是權王，然後外資方 flow 跟期貨有關。但我們是從產業去研究的話，台積其實它的領先地位，還有它的技術領先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的沒有被挑戰嗎？被挑戰，它唯一被挑戰是它真的沒有夠的 resource。它其實台積最近他自己也感覺到，他對市況的需求的評估是有問題的。問題是什麼？以前都是說可能那個評估太樂觀了，結果不如預期啊。像以前很多手機太賣了，隔年不賣；PC 太賣不賣，甚至挖礦機。現在是他們已經接到很多訂單，然後都已經很小心，到最後發現哇，這訂單比他想象的還多1倍、2倍、3倍。對，好，那為什麼會到？所以魏哲才想講。那個瓶頸不能只有說台積電的生產當然是一個瓶頸，可是電力各方面也是瓶頸，是，所以他承認台積電現在的量能是整個 AI 發展的瓶頸，對，而且它變成的是全部的 bottleneck。那一開始這個是好事啊，但是好事到衍生出來會變成一些什麼東西嘞？就是你會滋養你的敵人我們不要說敵人啦，就是那個。competitor， 我不得不有第二選擇。對，尤其是台積，當然他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，所以各種技術，簡單講，我們就像這個武功门派嘛，有這個各種各樣的不同門派。那台積當然想，我幹嘛要每一派都練呢？對，不是說每一派都有他有他各有各的好嘛。那我當然是練我覺得最性價比最高的，可能走 CoWoS 啊，可能走 Fan-out 啊，然後之後啊，可能 SOIC 啊，他心中已經有藍圖都建好了。那也有以客戶的需求去審慎的擴廠，那他當然希望客戶全部都跟着他，你乖乖的排隊你沒有產能你就等嘛，我也不漲你價像他要講，他說我跟記憶體不一樣，對，
記憶體只要排隊人多我就漲。他說沒有，我不漲，我就是收合理的錢，我厲害，我多賺錢。但是呢，我不隨便漲價，但是我也不能隨便亂擴啊。但是這件事就引發了一件事，就是造成呢這個像 EMIB 像這些，這個封裝當初台積有評估過，它其實可以用不高的錢，可能1、2億、2、3億去 license 這個來做開發。但因為他當評估，我有 CoWoS 啊，我未來有 SoC 啊，我有 CoPoS 啊。那我這個產品現在不需要這支了吧？對，好，就 miss 掉以後，沒想到變成是因為現在太缺先進封裝了。像 TPU，它跟台積電要的遠遠超過台積電能給的。对，那台積電又要那個，他要尊重這個啊，尊重這個 NVIDIA 老大哥啊，被他吃掉。對，那 NVIDIA 跟 Google 是打對台啊。那 Google 想說好，那我一定要想辦法嘛，所以他為什麼投300萬給 Intel？ 對，好，所以這個原因就是台積電又在評估說，如果我太保守，我太講求秩序，會不會到最後反而養成了敵人？好，畢竟呢，當初他也是這樣一步一步，對，從三星那邊搶了 Apple 以後，練兵練起來了啊。當然，這個過程很長哦，對，可能是已經接近快10年了。Intel 現在要拉上去，不好意思，也要這些路程，甚至更久，因為他沒有像台積電的工匠精神啊、供應鏈啊。但是開始就是一個危機嘛，所以台積你看到最近很特別哦，台灣的很多股票，比方上上下下啊，台積電就像寶傑講的，沒有那麼但是擴廠相關的是創新高。因為他一直要擴廠，對，因為這些本來你等於說台積電現在意識到他之前擴廠太慢了，太保守。但我擴廠太慢的時候，等於說我的產能就沒有那麼高。是，那剛剛講那不是我的產能問題啊，那牽涉到了今天 NVIDIA 跟 Google 的競爭的問題，那是牽涉到了那個 Anthropic 跟這個 OpenAI， 甚至包括了跟這個所謂的Gemini 的之間的競爭問題，所以他不能等，所以你就逼着 Google 他必須要去養我，因為我們拿不到產能，我就必須要去養 Intel。所以 Intel 在這個狀況下，它真的被餵養，或者是被丟很多的資源。那現在問題來了，現在 Intel 的這個 EMIB 現在被認為說它是一個可行的方案，現在連台積電都發覺不對哦，這個它當時太輕忽了這個東西。現在問的是說，這個 EMIB 它的技術有比現在 CoWoS 好嗎？那如果這個 EMIB 這樣子發展下去的話，它會威脅到了台積電的霸主的地位嗎？其實用這個，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講，大家就能理解。其實車子有法拉利嘛，對，有 LM 嘛，有各種各樣啊，都是很貴的車，也有性能不同的。那其實台積就是一直在找說，Universal 大家都可以通用。好，那這個 EMIB 一定有它適合的，比如像說它很大，它對散熱上面它比較好，因為它天生晶片就做得大啊。但是它不好的就是。它這麼大，它集成很多，良率一差的時候，它賠的錢很高啊。而且翹曲的問題沒法解決。對，但那麼大顆，你翹曲很嚴重嘛。所以過往以前他不想做的原因是這樣。所以這東西，如果你說單純哪個技術強，那你要抓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晶片？我如果今天要做又大顆，那個熱又要高，那我可能真的找 EMIB 哦。但這個solution畢竟是少樣。現在大家普遍做的，比像我們想要的 AI server 啊，然後手機晶片啊，其實都是以台積為主。對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以現在主流的晶片來說，台積技術是還是最適解。如果今天台積突然就有很多的 CoWoS， 那當然大家用 CoWoS。那 EMIB 是 for 大型晶片，像現在甚至有一個晶片公司剛掛牌的哦，它一片 wafer 只做1顆，它把所有東西做在上面哦。這個對我們以前念電機是不可理解啊。我這樣做，那我裡面一個東西壞了，我這顆就丟掉了。對。但是因為現在真的對需求、對速度的需求，這散熱需求太高了，所以這個有它的必要在。所以就是簡單講，就是因為晶片的需求的種類太多了，而且我們未來講到實體 AI 啊，然後甚至量子電腦啊，太多種，所以說呢，你各種的封裝，我都有其需求的必要性。所以你覺得 Intel 現在還不會影響到這個台積電的霸主地位？而且你講說台積電這個 CoWoS 也不過是一個過渡的，你說它下一個世代裡面，台積電都已經構想好了嗎？其實這個有點，我再舉個小例，有點像 NVIDIA 跟 ASIC。你算力你可以要找 NVIDIA 做這個 Vera Rubin 啊這些，你也可以找像 AWS 啊或者是 TPU 啊，用 ASIC 去做算力，那各有各的好處啊。但我們其實也都很多人去比較啊，可能 Learning 在 NV
好 inference 在，好大家都比較，但是到最後我要算力的時候，都來，所以你看，哪怕是 AWS， 就是他自己啊，他也每個都用，我買 NVIDIA 也有，他自己有 ASIC， 他也去買 TPU，所以原則是一樣。未來最缺的，以我們的評估哦，不是先進製程，先進製程很缺哦，是先進封裝。因為先進封裝被大家低估所需求的量，所以你看為什麼他拱手把 CoWoS 的瓦斯大量的訂單都給日月光，因為他本來這個是他毛利很高嘞，以前台積毛利還是40-50的時候，他那個就60哦。對，他當然自己做，要自己擴，但是不行啊，我如果都自己給我工程師不夠，無人師不夠啊，一樣都是量的問題。對，所以要報告，所以。簡單講就是這個現在並沒有真的沒有競合的問題，對，只有就是市場太大了，真的是確實餅太大。那有像蒙古帝國在開這個征途的時候，你不用擔心4大帝國，因為都有自己的版圖。好，那另外就是 SpaceX 現在要在這個太空中去做資料中心。那一開始講說你要做資料中心，裡面有點勸說夢話，怎麼可能？你中間有很多的問題，可是看起來它一個一個都解決了。那如果今天 SpaceX 裡面像現在750億美金看起來是沒有問題，而且是有4倍的資金在外面等的。那如果它真的可以實現了在太空中做資料中心，它會影響到台灣的供應鏈嗎？其實寶傑剛剛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，就是本來大家覺得不可能，大家如果 recall 一下，就是那個 OpenAI 的那個執行長，他也說這不可能，他也笑說這輩子都不可能。但是這個他輕忽了 AI， 也輕忽了馬斯克因為它中間有很多運輸的成本。全世界只有 SpaceX 可以解決啊，就是火箭只有它可以升空又回收這個成本是降低了99.99%啊。那除了這個以外呢，再來的話就是它對整體性的需求。其實因為 Musk 真的是一個 X factor 啊，他需要的量啊，他想要的技術啊，他 always 都要跟人家不一樣，但他需要的量其實也有比人家遠比人家大，所以他光是单否自己，他可能自己要的半導体，他要用 Terafab。对，然後未來他自己用的 data center， 自己用的 AI server， 他建他自己 specific 客製化的，他就可以去做建自己的需求。对，那我們剛剛講到射到太空，絕對是有這個需求，只是不是我們一般的這個 AI 伺服器啊 server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一般的，比方我們很經常在運算的時候，會有一個問題是，我來回運算就會有這個傳輸的成本跟那個 latency 跟訊號的這個衰減嘛。那我如果我們在地球上送還好，你送到太空來回送，對，先不講速度哦，你光訊號衰減不知道衰減多少，所以一定是什麼？比方我要他算一個東西，很複雜的東西，但是呢，我這邊把這個前提命題給他了，他算完他算一個結果回來就好了。那一定有這樣的需求，他不能做一個常態的運算，不能常態的資料中心。比如像說我自駕車，我隨時在運算，我一直打上去太空。它有點危險哦，對吧？有點危險。大家想象的是說，我這個太空的資料中心會取代了地面的資料中心，它是一個特殊的，它不可能這樣子取代。所以就像 Vera Rubin 裡面的，我覺得黃仁勳講的非常有趣。他為什麼很多是做這個所謂的模組化，甚至做那個抽屜式？他說以前我的上一代 Blackwell， 他這是吧，我要換一個東西，我要2個小時，要3個小時。那可是我現在用的 Vera Rubin 的時候，我5分鐘，我更換就好。那我要更換，就代表我有很多更換的需求。那如果我在地表上，我可以隨時去更換，可是我在太空，我就不可能做這個更換。沒錯，所以太空就變成是一種長期的一個固定的資料庫，並不能一個長期我要跟你互動的資料庫。可能我要去算一個非常簡單講，我要解決癌症，我要去解決那個 RNA DNA， 然後一個 project， 尤其是現在最流行的什麼實體 AI 所謂的代理 AI， 代理 AI 是什麼？我告訴他我要達成什麼，比如像舉例好了，我想要有個頻道，你幫我自動生成那個小廢片，然後 po 到 YouTube 上去賣錢。現在已經很多人這樣做了。你告訴他以後，接下來這個 server 其實是可以放在太空因為他最後他就在那邊一直完成啊。因為我給你一個命令，對，然後你最後結果給我就好了。對，他需要什麼？他需要電啊，太空有電很多電，他需要這個算力，我送上去，只要不壞掉，他就可以。等於是我未來舉例好了，假如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把東西送到太空，對，你就可以我這些所謂的代理 AI， 我這個東西幫我 run 這個公司，我設好了以後設上去啊，丟在那邊不理他了。我在地球我還要維修啊，我那個有可能沒有電啊，突然跳電啊，什麼很多東西啊，那這個我設上去以後，他就一直幫我賺錢。對，他最後賺的錢呢，可能就從別的地方轉給我了，然後定期他傳送一個報告跟我講啊，現在狀況怎麼樣？這個假設要不要改？就這麼簡單。
所以就跟我覺得我聽你這樣講，我就知道原來我對 AI 的想象跟不太一樣，因為我們對 AI 的想象還是跟過去一樣是競爭，它那個餅是一塊餅，所以我吃了等於是分餅，我只要吃了這塊餅，別人就少了一塊。可是照你這樣講 ，AI 這是一個輻射性，它有像 Big Bang 一樣，那個 Big Bang 就是130億年前我在外面的輻射，所以大家其實都在各自去佔領自己未來的領域，对，佔領它有的需求跟空間。那 AI 最早出來是跟你聊天，只是因為這個是最好讓你理解。但其實它未來真的需求，這個可能甚至1/1000都不到。而且你在一個其他的媒體裡面提到說，未來一定進入到這個 AI 代理的這個狀況，還叫實體 AI 的狀況。如果是實體 AI 的狀況的話，它會比現在多8倍。所以這為什麼台積電現在要拼命的擴廠？為什麼現在大家拼命搶產能？因為未來的需求現在才剛剛開始。這就為什麼蘇姿豐講，現在才是3局半而已。對，如果照8倍，可能就是還是熱身熱完而已哦。所以如果一開始真的有8倍嗎？這個是台積跟他的客戶一起去評估的，而且照他們的評估，其實算是保守的評估。簡單講，我們這樣講好了。我們現在講，單就是我們能想象的，比如像說這個機器人、自駕車啊，像昨天這個他們有人訪問這個 NV 的這個負責機器人的。它就很簡單，這個一定是兆元美元以上的一個產業，光機器人，機器人有這麼大產業，你想想看，像 Elon Musk 也說，他在2030年前，他覺得地球會有10億台機器人。這簡單講就是，當然生產會有問題啦，對，或者是現在還沒 ready 嘛。但等到一 ready 的時候，真的是那個需求会如雨後春筍。比如像說，我們現在搖手搖飲，一年你薪資要給他40萬，那一個機器人可能你成本未來搞不好就是40萬，它可以做24小時，它不會請假，對，它完成一個重複的動作，你以後就半夜就可以喝到手搖飲了。你整理床鋪，現在很多飯店，你可能有空房間，你都不能入住，因為它沒有人整理房間。未來整理房間对他來說，這太簡單了。或者是比如像說醫院的照顧啊，或者是打掃啊，只要這個所謂的機器人 ready 的同時，它的 K 的需求瞬間就是大爆衝。那自駕車也不用講，我們就知道，其實還有一個大家非常被低估的，就是這是 NVIDIA 他想推的啊，就是所謂的代理 AI 的部分。代理 AI 啊，因為他就在講 token 等於獲利嘛。對。那大家想 token 等於獲利，那難道就是跟我收20塊那個訂閱費嗎？當然不是。現在 token 等於獲利，就我剛剛講的，像我剛剛舉個例，連我都沒辦法想象這麼，但是很多聰明的人已經在做了。比如像呢，他就做一個代理 AI， 他就代理 AI 說，你每天幫我去找尋有趣的內容，而且你要在地化。比方你在台灣 PO 的 YouTube， 你就要以台灣的故事為出發，然後你畫一個那個 AI 化的短影片，對，然後按照法律規定的去 PO 影音，然後收費。他就這樣做啊，然後呢，他就開始，他有 demo， 他的那個每個月的營收就從5萬、10萬、100萬，他現在一個月已經收到500萬台幣，就他只是 set up 一個這個東西，那他的成本是什麼？我不用去做影音，我也不用去做這個內容，然後反正我丟給 AI 幫我做，他連劇情都不用想，他叫他去當地找尋。其實你不覺得這個一個月可以賺到500萬了？你不覺得這個就很像 Netflix 以前整個 Netflix 在做的啊？Netflix 以前就是在各地找厲害的人、厲害的團隊，只是那些是厲害的演員。現在他是用 AI 直接生成，是。然後呢，這些的生成的一開始很 stupid 啊，不 make sense， 但他一直在 improve。對，所以我用這個例子是我們能理解的，但是呢，人不能理解還有層出不窮啊。那這些所謂的代理 AI 就是。之後會雨後春筍的原因，是因為你厲害的人可以用這個賺到錢。當你可以賺到錢的時候，不好意思，太多人都會做。因為我記得ETFs之前的執行長，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，他寫了一本叫《10倍數》。他講很妙，他說科技的發展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，科技的發展都是到了一個點以後突然爆發，10倍往上，或要不然就10倍的崩潰。然後他現在大家都感覺到機器人或者很多 AI 就是已經到了那個10倍數的時代。那為什麼這樣講？那我們之前不是看到有一個影片，等於說我在做這個分包，那一個機器人在做分類，是他一開始做分類的時候分類得很爛，然後比人更慢。可是後來可怕的是人已經累垮了，他繼續做，而且他是3班做，他有3個機器人，時間到了他就自己會交班。然後呢，你就發現可怕的是什麼？他進步了，他可以變2隻手。對，還有他的速度比人還，我最近看到的資料是他現在做的比人還快了，還更精準了。所以机器人的學習是比我們想象來的更可怕的。
其實我以前我都會說，投資人要仔細看台積的法說。現在我也推薦仔細看 NVIDIA 法說。NVIDIA 法說它真的是 step by step， 就像機器人剛剛您提到這個，我們現在講機器人為什麼 stupid， 因為我們人生成出來，我們有各種體驗嘛，摸啊什麼，這個東西機器人要重複太麻煩了。對，所以 NVIDIA 推一個 Cosmos， 就是它連這種摸啊什麼是用模擬的。哦，對，就是孿生。對，它是讓機器人在意識裡面模擬它像人一樣的從小到大的這個。所以它會進步，不然的話，以前機器人進步都進步在什麼？進步在回答啊，進步在處理啊，運算題啊。但是實體的，你就是看它好笨哦，很慢啊。但現在能夠進步，就是當它推出這個像這種模擬的，就是讓機器人在模擬空間裡面做我們生出來各種各樣翻滾啊，碰到火會覺得燙啊。對。它比如像說，他舉個例，像自駕車，你看到一顆球出來，我們人知道哦，後面可能有小孩。因為。一球出來可能小孩不會單獨跑出來，但機器人不會知道，機器人判斷哦，球沒關係，我壓過去。但是呢，這也是一個訓練。當你在這個 Cosmos 一直訓練完了以後，就你會想到有狗有小孩，可能後面有人在追。對啊，那你要怎麼判斷？所以他其實舉這個例哦，你會覺得很有趣，就是他用一個模擬艙去訓練所有機器人。那機器人還有一個最好的東西，就是當一個機器人學會，所有人都學會。哦，對。這個我們看那個 Netflix 的影片都很恐怖，他把它演成那個恐怖的，像韓國最近的喪屍片，或者是像 Netflix 的歐美的都一樣，就是當一個機器人學會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對，好，我們人不一樣嘛，我學會保潔不一樣，保潔會我不會啊。這就像 DeepMind 他打敗的所有的圍棋高手一樣，就是以前是我要去教你棋譜，讓你背棋譜，他現在不用，我就讓你暴力學習，你就自己去演算，你自己最後。你自己可以練成天下無敵的那個武功，那你練成天下无敵武功，每個電腦都會了。對，突然就全部都懂了。然後，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打敗了這個在圍棋這個世界打敗電腦。所以很明確，這個就是像寶傑剛剛講，它一定是突然性，就10倍。你現在看到好像 stupid 啊或者什麼，它可能某一個 moment 就是某一個他們在一個模擬的，他知道，我知道，像他們有講。我們那個機器人手臂拿一個簡單，拿一個簡單，他要2隻手拿很難，因為對他來說這個是一個，我們就很簡單，我們有平衡感啊或什麼，但對他來說很難。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很難，但確實很難。但他這種東西，當他練了很多次，他一個會的時候，全部都會。就剛剛那個關一過了，對，他就完全爆發了。對。那你好，那剛才講呢，現在在未來，而且是台積電計算的，未來在就等於說實體 AI 的，或者這個等於說代理 AI 裡面。它的整個需求量是現在8倍以上，是那難怪說現在全世界都大量的投入這個所謂的基礎建設，而且你剛才講，其實台積電本身不見得，和台積電所有的周邊的廠商都大爆發，而且這個還有一個最值得擔心的事情，你看哦，台積電有這個 vision 在評估嘛，但其他廠商沒有。我說其他廠商不是他的 competitor，我們剛剛提到的先進製程，他覺得未來有8倍，說我會估嘛。封裝會不會？不會啊！日月光怎麼可能？他不會像台積一樣，他不會有這個想說哦，我要看未來我有8倍，我先擴8倍。日月光不會啊，台達電可能也不會啊。這些其他廠商除了台積電以外，其他人不會這樣擴。為什麼？因為台積電是有最長的 visibility， 所有人都在找他。我以後要做這個，要做這個，甚至還沒做出來呢，他都要看。所以未來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會缺到天荒地老？各種各樣都缺。你看哦，這個從先進製程、先進封裝、Power Supply 到被動元件、記憶體，這個帶出來 PCB， 為什麼？就是源頭看得到，我要擴了。這個是一個水，這個像一個黃河這樣下來，對，你只要中間有一個卡住了，它就決堤了。對，好，這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未來會發生的事情。所以你就預估了，你說現在一個卡關反而是用無塵室，也就是說，而且現在台積電未來擴產的速度會比我們想象更可怕，而且你知道，我們知道他現在亞利桑那已經說要擴到6個廠，你說6個廠絕對不夠，按照你這估算會擴到12個廠，而且台積電在全世界會擴到40多個廠。對，其實光台灣就會擴到40，我在講像擴 7-11 一樣，所以難怪說電不夠啊。其實你看黃仁勳他其實都透露一些先機，能源很重要，他為什麼要一直講？他講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說哦，真的會不夠哦，所以他先跟你提醒一下，就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政府一直講夠啊。電覺得夠，因為你現在看到是夠的，好，這就是如果沒有先知去推，那我們當初也不會從做雨傘變成
做半導體。對，這過程中你一定都想不通。我其實我講的很短的，就是當初我在台積電的時候，張忠謀講了一個 speech， 我覺得記憶很深刻。他說：“你做什麼東西做創意，什麼時候代表你要成功了？就是你不知道你會不會成功，你不知道什麼，但是你一直往前做都有進展。但別人都跟你講說不要啊，很危險啊，很緊張啊。當這時候反而是成功哦。如果大家都覺得你會成功，甚至來跟你做就蛋撻，你不一定會成功。好，那現在就是這樣，就是。”所有人都會想說 AI 要泡沫啊什麼，但只有台積電它看得到往前推。那它往前推的時候，其實以我們過去的角度看到說，未來如果它是對的，當然我也有可能它是錯，它是對的，那之後所有的東西都會變成非常的缺貨。那所以它現在擴廠已經是需求了，對，然後能源是一個需求了。那你剛剛講說，那現在因為我的量很大，我不但是基礎設施需要，我不但是晶圓設計，我不是先進封裝，還有個基礎就是黃仁勳的5個蛋糕理論最底下就是能源，這裡面所有的支撐都是電。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到未來的世界裡面，现在電就很重要了。所以如果這被動元件跟電容有關的，都會變成非常重要。因為電啊，大家本來很直覺想到電是總電量不夠，但那個不是最緊急的，因為我們可以調配嘛。其實你想，過去真的沒電的時候。我們民生用電會先卡掉，對不對？然後電會突然不穩，對，但是台積高耗電的就叫你先不要發電了。現在呢是什麼？因為我們的電呢，就是用到比較 HVDC， 或者是說現在沒有 HVDC， 它的電流也非常的高，所以它引發的就是什麼？你的 power supply 的複雜度，power system。那個電源電動電感啊，電路元件啊，再來就是被動元件。那為什麼被動元件現在大家突然很熱？就是以前呢，我今天一台機器啊，我可能這個電啊，全部假如都是10安培好了，它是很平均的。但是在 AI 運算的裡面，它不平均啊，它可能會集中在，比如我腦在算，我快速運算，我給它一個難題，它快速算的時候，這一塊會很熱。所以為什麼你看？為什麼散熱以前吹電風扇就好？對，以前貼一個均衡片，現在又要水冷，把整個機器包在裡面，就是它不是整塊發熱哦，它是那個突然特別熱。你散熱是把它散出來嘛，然後讓大家平均嘛。那同樣的，當你某個地方特別電壓、電流平均突然激增的時候，這個所謂的 MLCC 就是所謂的這個被動元件，就是作為它的 buffer。對，簡單你想說，這個水庫上下，我當它下來的時候，不要沖壞別人的，我要保護啊。你電流上去下來太快的時候，我旁邊，我平常本來沒事的，你突然把我沖死了啊，所以它就有可能有保護元件啊，電容啊，電容就是把電容下來嘛，電感啊，對稱啊，電阻啊都一樣。所以為什麼大家都想說 AI 這麼久了，怎麼到現在大家突然講被動元件？那被動元件跟台灣有什麼事呢？不是都是春田啊，這國際大廠啊，就是因為 AI 伺服器的需求大增，然後那個技術一直演進的時候，它的電流、電壓不均，對，不均產生的熱或者是對其他元件的保護增加，所以你整個需求都變高。那變高的同時呢，因為高階排解到低階，所以連台灣這些低階的全部都缺貨。所以我們看到那國巨怎麼講，花旗銀行。賣300-400塊的東西，現在說我把你要撐到了1500塊，他上一次495，直接調到1500。好的，現在這個等於說台灣的整個被動元件還是非常看好嘛？也就是說這個需求，因為他們講這個需求量不是多1倍2倍啊，它是多90幾倍啊。對，其實所有的根源就是不會有一個人像台積電一樣統籌跟你說，未來需求很大，大家都要等到撞到缺貨的時候，拿不到的時候，我說突然要擴，但問題是第一件事大家先賺錢，對，那賺完了才在擴，而且它跟記憶體一樣，記憶體擴了要2年半，它擴也要至少1年到1年半，然後再何況是這些公司本來長期都沒有，之前沒怎麼賺，所以你要它擴，它不願意擴的。那大廠擴什麼？都是去擴我們剛剛講的最需要高容的、高壓的。那回過頭來低階的就會缺貨缺很久，那漲價要漲到非常不可思議，有點像當初的記憶體，它當初最高的規格要漲到40倍的。對，你不可思議的時候，大家才想到不行啊，真的會沒有啊，要生產了那我要麼我要去結盟啊，我要綁長約啊，不然我就要逼你擴廠啊。對，但這個過程還有一段路哦。
中間你要經歷獲利的暴衝、股價的暴衝哦，所以為什麼大家其實如果是第一次還不知道，但因為看過記憶體的循環以後說，這個我懂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就真的會一個。那好，那在這個電的這個部分裡面，我還要注意到什麼東西的？因為剛剛講，我除了製造部分，那像一樣，我就一層一層下來電非常重要。那電除了我們剛剛講被動元件現在非常火紅之外，我想台達電這些東西好像跟電有關的，全部都水漲船高。其實最早就是 Power Supply， 就是台達。那這一塊其實還會一直好下去。那台達還會再好下去。对，台達未來還有一個很大的殺器跟應用，就是固態的變壓器。這個也是一樣，就是說以往就是我們做變壓器的時候，像我們做很多東西以前都沒有用到最高規格為了什麼？我們沒有要這麼好的 performance 嘛，沒有這麼好的保護性嘛。那現在固態變壓器就是第一次你看到台積會去表揚他的供應商，或者是表揚他的客戶，他很少說我跟誰一起開發。你記憶中我很少記到，但是他最近他發表說我跟台達電一起開發，那這是等於說我們是一起他就是開發這個固態變壓器。所以我們如果要講到電的這一塊呢，除了就是這個 Power Supply， 然後固態變壓器，再來儲能，就國外的像 Blue Energy， 因為大家都知道總電量不夠的原因是因為有高峰跟低峰，比方白天才有太陽能啊，有的時候才有水力啊。对，那如果你可以把多的时候存起来，低的时候補上來，平均起來，光這樣就多50%，他們有統計過50%啊。所以我現在與其努力去開發核能啊、核融合啊，我先把高的存下來，到低的時候用。儲能所以說為什麼儲能也是大爆發？這個台達當然有 Blue Energy 啊，像台灣很多公司，就是這一塊為什麼變成顯學，就是這個。然後再來的話，未來就是等到整個電壓、電流再往上跑的時候，就 Rubin 啊、Vera Rubin 啊、Fanon 的時候，它很大原因、很大一個重點就是它的這個 Power 的 IC 也會需求變大增。那這一塊呢，國際就是德國的英飛凌。但是呢，它壟斷了以後呢，它把它的需求大增了以後，它也排擠到其他，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可能還沒開始缺貨，但是呢，到了明年的時候，可能這些這個功率元件有可能也會像現在的被動元件，或者是像這個記憶體一樣，也呈現缺貨，也會很強，因為他們的關鍵是這些東西都要靠落後製程的方局去做，像聯電啊、國防局啊、世界先進啊，但是這些他們擴廠都擴得少。現在可能還沒滿，所以你看為什麼這些落後製程也大漲？對，因為未來呢，這些需求包含像 Power Supply 的需求、Power IC 的需求，那還有一些自駕車，它電那個機器人，它出來的不是只有最核心的腦它手啊、腳啊，所有的東西，這些 IC 都要用落後製程，所以它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些落後製程，明年後年的需求也是大爆發。是，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您對我們的支持，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，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，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，我們要自我檢討，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。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，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，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。淑娟說：“支持寶傑及團隊，你們是最優秀的。”非常謝謝您的肯定。當時講說，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，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。聽後X5R他說，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，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。我覺得應該這樣講，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，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，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。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，现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，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。你沒有管制，第一個你的品質，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、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，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。Rookwood 0222他說：天佑台灣，感謝寶傑，一起保護台灣，台灣人加油。當我們希望說，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，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。Karen 說：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。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，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，那是一種福報，我們會非常珍惜。喂，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，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、面露凶相嗎？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，我們不予置評。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，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，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。
也就是說，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。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，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。好，我剛剛講到的，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。其實我們剛剛講到，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，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，我只告訴你說，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，我學會一句話：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，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，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。